赤壁之战后，刘备得到了荆州的大部，孙权占领江东，曹操占领北方各州，天下三分的局势基本奠定。接下来，三方把目光都放在了益州。那么，益州的刘璋会如何应对？关中的韩遂和马超，汉中的张鲁又会如何选择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韩遂和马超败逃及刘璋迎接刘备入蜀。210年，曹操在半夜时分看见一道金光由地而起，第二天他便派人去挖，结果挖出了一只铜雀。荀攸便给曹操说，当年舜帝的母亲梦见玉雀坠入怀中，结果生出了舜帝。今天曹公得到铜雀，一定是吉祥之兆。曹操听后非常高兴，决定在漳水之上修建铜雀以及金凤和玉龙3座高台，以彰显其平定四海之功。其中以铜雀台最为壮观。铜雀台修建在今天临漳县以西17公里的三台村齐桓公时期的古邺城遗址之上。211年正月，曹操将次子曹丕封为武官中郎将以及副丞相。3月，他让夏侯渊等人从邺城出发，前往河东郡，与司隶校尉钟繇会合后，前往汉中讨伐张鲁。前往汉中必须得经过关中，因此关中的韩遂和马超等人便心生一惧，觉得曹操攻打张鲁是假，借机攻打他们是真。于是立即联合关中的张衡和梁兴、安定的杨秋、河东的侯选、程寅、李堪以及马玩和程颐等10部，共约10万兵马集体反叛。曹操立即派出大将曹仁出兵讨伐，马超等人得知后屯驻于潼关防守。潼关即今天陕西省潼关县秦东镇的杨家庄附近。曹操给诸将下令说，关西将士勇猛强悍，你们只可坚守，不得与他们交战。之后他亲率大军前往潼关战场。8月，曹操的大军到达，与马超的大军隔着潼关对峙。他亲率大军拖住马超，然后让徐晃和朱灵等人趁着天黑偷偷地渡过蒲坂津，在河西安营扎寨。蒲坂津位于今天山西永济的蒲州镇和陕西大荔的朝义镇之间的黄河上。闰8月，曹操在潼关北面强渡黄河，可渡到一半的时候，马超率军赶来，猛攻曹军的船只。校尉丁斐见情况危急，放出大批牛马引诱敌军。敌军由于争抢牛马，队形大乱，曹操借机渡过了黄河。战后，诸将请教曹操说，马超等人驻守潼关，而渭水以北并没有防守之兵，我们为何不从河东郡渡河去攻打左平邑，反而在潼关与敌兵对峙，并且拖延了许久才北渡黄河呢？曹操回答说，如果我们从河东出兵，马超等人肯定会守住全部渡口，那样我们就无法渡河了。可是只要我率领重兵逼近潼关，他们就一定会全力前来防守，这样河西的防备就会空虚，徐晃和朱灵等人才能顺利地到达河西。而且关中地域辽阔，如果敌军各自凭险固守，我们没有1-2年是无法平定的。我让他们全都聚集在这里，这样他们虽然人数众多，但彼此不和，没有统一的主帅，反而我们消灭起来更加容易。此时马超等人退到了渭水的河口进行抵抗，曹操设了很多疑兵假装攻打。与此同时，他派出大军趁夜架设浮桥，偷偷地到达了渭水南岸扎营。马超等人得知后趁夜偷袭曹营，可他们的行动都在曹操的意料之中。曹操让提前埋伏好的伏兵出击，将他们打败，马超等人只能退守渭南。这时他们觉得取胜已经没有希望了，于是连忙派人给曹操送信，希望将黄河以西的土地割让给曹操，以求和曹操议和，可曹操却断然拒绝。马超等人只能多次派兵前来挑战，可曹操并不应战。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再次派出使者前来求和，并且除了割地，还答应将自己的儿子送往邺城为人质。这时曹操听取了贾诩的计谋，假装答应和他们讲和。由于曹操的父亲和韩遂的父亲是同一年被举为孝廉的，算是有一点交情，于是关西诸将便派韩遂前来与曹操会谈。两人来到阵前，马靠着马谈了很长时间，可曹操并不和他谈论军事，而是像朋友一样拉起了家常。说到高兴的时候，俩人还拍手大笑。
会面结束后，马超急忙上前询问韩遂和曹公谈得怎么样。韩遂回答说，并没有讨论具体内容。可马超等人不肯相信，对韩遂产生了猜疑。过了几天，曹操给韩遂写信，故意在信上涂改了很多地方，假装是韩遂自己改的。马超等人便更加的猜疑韩遂。接着，曹操与他们约定日期会战，他先用轻兵挑战敌军。双方激战了许久后，曹操派出精锐骑兵前后夹攻，大败关中联军。韩遂和马超败走凉州、杨丘，逃回安定。程颐和李堪等人战死。至此，关中得以平定。接下来便准备攻打汉中的张鲁了。益州牧刘璋得知后，心中非常的惶恐。刘璋是刘焉的幼子，刘焉是西汉鲁公王刘虞的后裔，因为宗室身份，他被授予中郎的职位。后来历任洛阳县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太常等官职。汉灵帝时期，他见朝纲混乱，王室衰微，便请求任胶州牧，准备前往胶州躲避事乱。侍中董福得知后，劝他说：“益州有天子之气，不如前往益州。”于是他便改变主意，请求为益州牧。188年，刘焉前往益州上任，但除了三子刘茂跟随他入蜀外，长子刘范、次子刘旦、幼子刘璋全都留在洛阳。此时有一个姓卢的妇女，擅长驻颜之术，让自己始终保持少女的容颜，而且懂得神鬼解说，与刘焉家往来亲密。她便是张鲁的母亲。张鲁是张良的十世孙，天师道教祖张道陵的孙子。天师道也被称为正一道或者五斗米道，于是张鲁便成为继他祖父和父亲之后五斗米道的第3代天师。由于他母亲与刘焉家关系亲密，于是刘焉便任命他为都邑司马，率军打败了汉中太守苏固。之后在刘焉的授意下，他截断斜谷道，占据了汉中。董卓控制朝堂的时候，刘焉不听董卓调遣，于是董卓便将他留在京师的3个儿子全都给关押了起来。后来刘焉自称身体有病，幼子刘璋便上奏朝廷，请求入蜀探望父亲。刘璋回来之后，便被父亲留在身边，不再返回洛阳。刘焉去世后，益州的官吏见刘璋温仁，便于掌控，于是上书朝廷，推举他继续掌管益州。汉献帝下诏，任命他为益州牧。刘璋继任后，张鲁不听刘璋的号令，刘璋便杀害了张鲁的母亲和弟弟。从此双方便成为了仇敌。刘璋多次派人攻打张鲁，都被张鲁给击退了。此时刘璋听说曹操准备攻打张鲁，非常惶恐，一旦汉中被曹操拿下，益州便无险可守了。于是他连忙召来张松商议。张松对刘璋说，曹操的兵马无敌于天下，如果让他得到张鲁的物资，然后再攻取蜀地，谁还能阻挡得住他呢？刘璋担心地说道，我也深以为忧，可如何是好呢？张松趁机提议说，刘备是你的同宗，也是曹操的仇敌，如果派他讨伐张鲁，必能取胜。一旦张鲁被打败，益州便实力强盛，曹操也就无能为力了。接着张松又说，现在益州的将领庞熙和李毅等人居功自傲，而且心怀异志，如果得不到刘备的帮助，到时候我们将面临的则是外有强敌攻击，内遭乱民骚扰，这是走向败亡的道路啊！刘璋听后更加的惶恐，立即采纳张松的建议，让法正率领4000兵马前去迎接刘备，并且赠送给刘备的物资数以亿计。刘备热情地接待了法正，法正觉得刘备有雄才大略，是个可以辅佐的明主，于是他私下给刘备献计，希望刘备可以借机图谋益州。可刘备有些犹豫，不能决断。这时庞统也趁机劝说刘备夺取益州。那么刘备能够听从庞统的建议吗？益州又是如何拿下的呢？我们下期接着讲述。刘备被刘璋迎入益州的同时，曹操和孙权却在濡须口展开了激战。那么此战谁会获胜呢？堪称曹操首席谋臣的荀彧是怎么死的？草船借箭的原型是诸葛亮吗？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庞统献计征蜀及荀彧离奇而亡。刘璋担心曹操攻打张鲁之后谋取益州，于是采纳了张松的建议，派遣法正前往荆州，请求刘备支援。结果法正到达后，却说服刘备趁机图谋益州。刘备有些犹豫，不能决断。
庞统便给刘备分析形势。庞统字士元，号凤雏，襄阳人，即今天湖北襄阳市人。209年，周瑜打败曹仁，被任命为南郡太守。之后，他将庞统任命为公曹，并委以重任。可第2年，周瑜就在巴丘病逝了。庞统将周瑜的遗体送回江东后，便返回了南郡。这时，南郡已经被孙权借给了刘备，刘备便任命庞统为耒阳县令。可庞统在任期间不理县务，被罢免了官职。鲁肃得知后，给刘备写信说，庞统并不是百里之才，应该任命其为治中或者别驾，方能发挥他的才智。刘备召来庞统交流，发现此人确实有治国安邦之才，于是立即将他任命为治中从事。之后又和诸葛亮一样，被任命为军师中郎将。他给刘备献计说，荆州已经荒芜残败，人才和物资也已流失殆尽，而且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以成就大业。反观益州，户口百万，土地肥沃，如果能夺取此地为根基，则大业可成。刘备担心地说道，我和曹操不同，曹操俊极，我便宽厚；曹操暴虐，我便仁慈；曹操狡诈，我便忠诚。凡事我都与他相反，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如果我为了得到益州而失信于天下，这能行吗？庞统说，现在是乱世，凡事都不能墨守成规，况且吞并弱小、攻击暗昧、逆取顺守、报之以义，都是古人所重视的。只要事成之后封给刘璋一块土地，还有谁会说你不讲信义呢？如果不趁现在攻取益州，到时候恐怕就会被曹操抢占了先机。刘备听后觉得有理，于是他决定留下诸葛亮和关羽镇守荆州，他自己则和庞统等人率领数万将士前往益州。刘璋得知后，亲自前往涪城与刘备相会。涪城即今天的四川省绵阳市。宴席中，庞统建议刘备应该立即挟持刘璋夺取益州。可刘备觉得他出来属地，人心尚未收复，暂时还不能轻举妄动。之后，刘璋不仅给刘备增拨了兵马粮草，还将战略要隘白水关交给刘备督管。白水关位于今天广元市泾川县的营盘乡五里崖附近，它坐落于秦蜀古道和龙蜀古道的交汇处，是通往蜀地的第一关。东侧是大巴山的余脉，北侧是龙门山脉，南侧则可通往嘉蒙关。嘉蒙关位于今天广元市昭化区的昭化镇，地处秦蜀交通要道，嘉陵江与白龙江在这里汇合，上可通汉中，下可至成都，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于是刘备便率军到达了这里。然而大军到达后，他便驻军不前，并不着急去攻打张鲁，而是在这里厚树恩德，以收众心，为图谋益州做起了准备。那么刘备进入益州之后，曹操和孙权都在干什么呢？得知曹操与韩遂和马超等人在关中开战后，孙权却将目光放在了胶州。他任命布置为胶州刺史，征南中郎将，率领1000余人前去接管胶州。布置到任后，苍梧太守吴惧掌管着5000多人，于是不听调遣。布置担心自己兵少不能自保，于是他假意招抚吴惧，邀请他前来相见。等吴惧到达后，立即将其斩杀。从此布置便声威大振。交趾太守士燮及其兄弟们见状，立即率众前来归附。至此，胶州归属于孙权。211年，张宏对孙权说：“秣陵一带有帝王之气，如果你能在此建都，一定能成就大事。不过秣陵的名字不吉利，不如改名为建业。”于是孙权便听从了张宏的建议，下令兴建石头城，将治所从京口移到了建业，即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同时，孙权深知曹操虽然在赤壁之战中失败了，但他依然兵力强盛，不久之后必定会再次率军前来。如果曹操攻打江东，必定会走巢湖，通过濡须水到达濡须口，然后进入长江，直逼都城建业。于是他在迁都的同时，派人在濡须山和七宝山筑成立关，并在吕蒙的建议下修筑濡须坞。一切准备就绪后，就等着曹操前来攻打了。此时的曹操刚刚打败韩遂和马超等人，率军返回了邺城。汉献帝准许他参拜不明，建履上殿，与汉初丞相萧何享受同样的待遇。
接着，董昭等人与荀彧商议，应该给曹操进爵国公，加封九锡。可荀彧认为，曹操举兵是为了匡扶汉室，应该始终保持忠贞之诚、退让之实，因此并不赞同他们的提议。曹操得知后非常气愤，对荀彧颇为不满，两人的关系也就渐行渐远了。212年10月，曹操准备再次攻伐江东，率领的步骑兵号称有40万之众。临走之前，他上表汉献帝，请求让荀彧跟随大军出发，前去劳军。大军到达寿春的时候，荀彧却突发疾病，不能继续跟随大军前行，只能留在寿春养病。之后，《三国志》记载，荀彧在寿春养病期间抑郁而亡。而《后汉书》则记载，在此期间，曹操给他赠送了一盒食物，荀彧打开后，发现盒子里空无一物，于是便明白了曹操的意思，自己服毒而亡，终年50岁。213年正月，曹操率领大军通过了孙权在如须山和七宝山所构筑的工事，准备前往如须口。孙权连忙向刘备求助，可刘备并没有派兵前来支援。于是，孙权让甘宁率领3000精兵为前部都，他自己则亲率7万主力进驻如须口，与曹军展开了对峙。到了夜晚，孙权派甘宁偷袭曹营，挫其锐气。甘宁率领100多人，偷偷地来到曹操的军营，他们拔掉鹿角，冲入曹营，斩杀了数十人。曹军以为孙权的主力大军偷袭，极为恐慌，纷纷地举起火把，擂鼓呐喊。可此时，甘宁早已撤退，回到了孙权的军营。孙权高兴地说道：“曹操有张辽，我有甘兴霸，足可与他相敌。”第二天，曹操派遣水军出击，准备登陆江上的小岛。孙权得知后，立即派军前去围攻。结果，俘虏了曹操的水军3000余人，掉入水中溺亡者多达数千人。之后，曹军固垒不出，两军便在如水之上展开了对峙。有一天，孙权借着晨雾，亲自乘坐轻舟前往曹操的大营查看。在距离曹营5-6里的时候，孙权命令士兵擂鼓奏乐。曹操见状，立即下令弓弩齐发，不让孙权的船只靠近。然而，箭都射在了船舱之上，不多时，船舱的一侧因为中箭太多，船身开始倾斜。孙权立即下令调转船头，让船只的另一侧也受箭。等两面都中满了箭，船只便慢慢的平稳。孙权这才下令返航，回到了军营。这便是草船借箭的历史原型。后来，孙权数次前来，但曹操有了前车之鉴，不再上当。曹操见孙权的水军队形整肃，不由得感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啊！”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曹操已经熟悉了如须口的地理环境，然后他派出重兵围攻孙权的江西大营，俘虏了江西大营的主帅公孙阳。此战曹操虽然胜利了，可如须口依然掌握在孙权手中，两军只能再次展开对峙。相持了1个多月后，春雨开始渐多，孙权便给曹操写信说：“春雨来了，曹公还是赶快离开吧。”之后又附上一张字条，写道：“足下不死，孤不得哀呀。”曹操拿着孙权的信，对属下的将领们说：“孙权确实没有骗我。”说完，他便主动撤军，返回了邺城。5月，汉献帝下诏设立魏国，册封曹操为魏公，定都于邺城，并且加9锡。9锡是皇帝赐给诸侯的9种礼器，是对有功之臣的最高礼遇，分别是车马、衣服、乐献、诸户、纳币、虎贲、抚乐、公使、剧唱。7月，曹操建立魏国的社稷宗庙，并在自己的封国里设立百官。他将朝廷里的亲信全部授予魏国的官职，荀攸被任命为尚书令，梁茂为尚书仆射，钟繇为相国，华歆为御史大夫，陈群为御史中丞，王朗为魏郡太守，夏侯尚为黄门侍郎。之后，汉献帝又将曹操的魏公改封为魏王，并同意他以天子的刘冕、车服、旌旗、礼乐交祀天地。从此，曹操虽然在名义上不是天子，但实际上已经有了天子之实。武关中郎将曹丕被封为魏国的太子。曹操被封为魏公的这一年已经59岁了。此时刘备53岁，孙权只有32岁。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
曹操和孙权在濡须口激战的时候，作为孙刘联盟的刘备为何不去救援孙权呢？刘备在夺取益州的过程中，卧龙和凤雏分别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马超又是如何来到成都投靠刘备的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庞统在落凤坡殒命及刘备夺取巴蜀之地。212年，曹操亲率大军前往濡须口，再次征伐江东。孙权连忙派人向刘备求援。此时，刘备依然驻守在嘉门关，并未向张鲁开战。接到孙权求援的消息后，他连忙向刘璋请求东还，并希望刘璋能给他支援1万兵马以及相应的粮草物资。然而，刘璋却只答应给他4000士卒，粮草物资也只给1半。这时，张松听说刘备准备返回荆州，连忙给他写信说：“益州这边的大事马上就要成功了，你为何要在此时返回荆州呢？”结果信件还未发出，他与刘备密谋益州的事就被他的哥哥张肃给知道了。张肃担心张松背叛刘璋会牵连到自己，于是连忙向刘璋告密。刘璋得知后非常气愤，立即将张松抓捕起来给处死了，并且命令所有关隘封闭道路，不准刘备离开益州。至此，刘璋和刘备彻底反目。刘备此时的兵力不足1万人，而且还在益州的腹地，情况非常危急。他连忙找来庞统商议，庞统便告诉刘备，他有上中下3条妙计，其中上计是趁刘璋不备，立即挑选精兵，昼夜兼程，直接偷袭成都，这样益州便可一举而定。中计则是假装准备返回荆州支援孙权，临行前邀请驻守白水关的杨怀和高沛前来相见。此2人是蜀中名将，而且白水关的守军又是益州的精锐之师，他们得知我们要走，必定只率领轻骑前来相见，到时候便可将他们齐杀。这样不仅能解除我们南行的后顾之忧，还能俘获他们的部众进兵成都。然后就是夏季，立即引兵退往白帝城，与荆州连接起来，然后再慢慢的图谋益州。无论如何，不能继续在这里久留，如果犹豫不前，必将大难临头啊！刘备听完，思考再三之后，决定采用较为稳妥的中计。按照庞统的计谋，他邀请白水关的守将杨怀和高沛前来相见。2人到达后便被斩杀，白水关的部众也被刘备吞并。然后他命令黄忠和卓英率军先行，大军开始向成都进发。他们一路势如破竹，所过之处全被顺利攻克，很快便到达了涪城。涪城的守将是梓潼县的县令王廉，他紧闭城门拒不投降。刘备觉得此人是守义之士，不愿意发起强攻，两军便在涪城对峙。刘璋得知刘备已经起兵后，连忙与属下商议，益州从事正度便向刘璋献计说，刘备的兵力不足1万人，而且百姓尚未归附，军队缺乏辎重，因此他们只能就地征集粮草。只要我们把巴西郡和梓潼县的百姓迁往涪水以西，并将当地的粮仓和野谷全部烧毁，然后深沟高垒，等待着刘备。无论他如何请战，我军一概不出。等时间一长，他们的物资必然断绝，不出100日，他们就会主动撤退。到时候我军乘虚追击，定能活捉刘备。可刘璋却说，我只听说抗击敌人以安抚百姓的，未曾听闻干扰百姓以躲避敌人的。于是不仅拒绝使用此计，还将正度给罢免了。随后他派遣刘圭、凌苞、张仁、邓贤、吴懿等将领，率领大军前往涪城阻击。大军到达涪城，便与刘备展开激战，结果由于不敌刘备，吴懿率军投降，其余将领则率领残兵退到绵竹继续抵抗。由于刘璋没有采纳正度坚壁清野的计谋，致使刘备得到了充足的物资，然后率军向绵竹挺进。刘璋增派李严和费观等人率领绵竹守军抵挡刘备，结果李严和费观不敌，也率众投降了。张仁和刘询等人只能退守洛城。洛城即今天的四川省广汉市。就这样，刘璋的大军节节败退，而刘备的兵力却是越打越多。他一面派兵继续平定各县，一面命令诸葛亮和张飞、赵云等人从荆州出发，攻占白帝城、江州以及江阳郡，准备两面夹击刘璋。洛城距离成都已不足100里，只要拿下洛城，便可进逼成都。于是刘璋的大军知道已经退无可退，只能主动出击迎战刘备。
此战中，庞统亲自率军攻击，然而在激战的过程中却被飞箭射中，不幸身亡，年仅36岁。他由于流血过多，战衣被鲜血染红，因此当地人便把庞统阵亡的地方称为血坟，《三国演义》则称其为落凤坡。刘备得知庞统战死的消息后，悲痛落泪。为了表彰他的功勋，将他的父亲任命为议郎，后来升为谏议大夫，追赐庞统为关内侯。之后，又在距离落凤坡西南2公里处修建了庞统祠墓。庞统战死后，刘备继续率军攻打洛城，214年夏，终于攻破洛城，接下来便准备进攻成都了。他一面率军挺进成都，一面命令诸葛亮和张飞、赵云等人向成都靠拢。同时，他派李辉前往汉中，说服马超前来助阵，共同围攻成都。那么，马超为何会来到汉中呢？这还要从212年，曹操在潼关通过离间之计打败韩遂和马超等人说起。马超被曹操打败后，逃往凉州，凉州诸县纷纷响应，于是他很快便集结到了10000余人。同时，他还得到了张鲁的支援。于是他便准备攻打凉州的治所蓟城，即今天的甘肃省甘谷县。曹操得知后，立即将马超在邺城的3族亲人全部斩杀，包括其父亲马腾以及2个弟弟。驻守蓟城的是凉州刺史韦康，他自知无法抵抗马超，于是连忙派遣严温去向夏侯渊求救，结果严温却被马超给俘获了。严温假装投降马超，马超便带他来到蓟城城下，让他劝降城内的守将。结果严温朝着城内大声喊道：“援军不出3天就可到达，大家一定要坚守城池。”马超听后恼羞成怒，立即将其斩杀。然而城内的韦康不仅没有听从严温继续坚守，反而开城投降了马超。马超进城后就将韦康给处死了。不多时，夏侯渊领兵前来救援，结果却被马超打败，撤回了长安。之后，马超自称征西将军，领兵州牧。韦康的旧部杨阜等人虽然投降了马超，但暗中却伺机反叛。有一天，杨阜的妻子去世，他便请假准备返回西城郡，即今天的陕西省安康市。路过历城的时候，他劝说自己的亲戚姜绪起兵讨伐马超。结果，姜绪及其同郡人、武都人李俊和王陵、安定人梁宽、南安人赵渠和庞公等人纷纷响应，他们在鲁城起兵，联合讨伐马超。鲁城即今天的甘肃礼县盐官镇。身在蓟城的赵渠得知后，劝说马超出城迎击，结果马超刚出城，他就与梁宽等人关闭了城门，杀死了城里的马超妻儿。此时的马超，蓟城已经回不去了，鲁城又攻不下来，只能转向攻入历城，杀死了姜绪的母亲和兄弟后，放火烧城而走，投奔了汉中的张鲁。张鲁非常欣赏马超，不仅封他为都讲祭酒，还打算把女儿嫁给马超。他属下劝说道：“马超此人连他自己的亲人都不爱惜，还能爱惜别人吗？”张鲁这才打消了嫁女儿的念头。之后，马超向张鲁借兵，准备返回去继续攻打凉州。他将赵昂等人围困于岐山之上，姜绪急忙向夏侯渊求救，夏侯渊便派张合率领5000步骑兵穿过陈仓峡道救援岐山，他自己则亲自督粮在后。然而马超在岐山围攻了30天未能攻下，而张合的大军已经快要到达。此时张鲁的部下杨昂嫉妒马超的才能，想要加害于他，马超只能逃入敌人的部落。就在马超无路可走的时候，李辉在刘备的授意下前来与他交好，马超立即答应归附刘备。刘备非常高兴，连忙派人去迎接，并将自己的一支军队交给马超，让他率兵前往成都城北，共同合围成都。成都城内的守将们非常忌惮马超，得知马超到来后非常恐慌。蜀郡太守许靖首先坚持不住，准备越城投降刘备，结果事情败露，没能出城。此时城中有精兵3万，粮食足够支撑1年，官吏和百姓们已经做好了死守成都的准备。可刘璋却说：“我父子2人在益州经营了20多年，不仅没能给百姓施加恩德，还打了3年的仗，很多人因此死于草莽野外，这都是我的缘故，我怎能安心呢？”于是他派张翼为使者向刘备请降，刘备给他许诺，一定会礼待刘璋，并安抚百姓。
刘璋便打开城门出城投降，部下们得知后无不痛哭流涕。之后，刘备将刘璋的所有财物都归还于他，并封他为镇威将军，让他前往荆州的公安城居住。至此，刘备兵不血刃拿下成都。之后，他自领益州牧，益州从此便归属于刘备。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